出家过，因为当时有一些被逼回家，然后当发展到需要用旅游业，然后旅游业在那边发展的话呢，最好的就是寺院，所以很多又被纷纷的调回来，调回那个单位。那有些就真的又在出家了，可能有没有机会受戒不知道。以前他就是在那边了回来，然后慢慢的很有信心，觉得说他一定回来的，一定能够复兴的。果不其然，过了几年以后，就看到很多道场已经有几百个出家人，然后很多道场他们就佛学院，很多就办起来了。我之所以那么有信心，就是因为他的道场，他的硬体都还在。所以你看，化身为这个砖瓦，建设这个道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道场在，你僧团才能够安心立命嘛。师父建那么大的山，就是要建设一个道，建设这个僧团。师父会建设僧团，主要是因为他知道太虚大师为什么佛教革命他不能成功，佛教改革不能成功，因为太虚大师没有僧团，他没有办法建设僧团。师父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无论怎么样辛苦，他都要建设这个僧团。你建设僧团必须要有道场，僧团跟道场是不能分开的。你建设道场没有僧团的话，谁来维持？你建设了僧团没有道场的话，如何安心立命？对不对？它两个是一体的，所以僧团跟道场是分不开的。那我就没有道场，所以我也没有建设僧团，因为很多人都有僧团有徒弟了所以我就比较什么，这个有点点讲的比较俗一点有点偷懒。你们都不知道带徒弟很辛苦的。就好像你们在家人带孩子一样，在家的老师带学生真的不好带的尤其父母带孩子，然后老师如果很用心带学生，很辛苦的。那所以我就可以省心没有看到这些什么学生那些孩子就省心知道吗？所以呢，我就很了解，我就觉得说他一定有机会了，因为道场在。所以呢，化身砖瓦来建设道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众生无边，烦恼无尽，法门无量，我愿无穷就最后的这个副歌。差不多了，时间。哇，你们一定觉得这堂课好不容易报满报名，竟然听这个那还有一首呢，我就比较学人家这样子你看有吗？有看到尖尖的尖尖的从一个字到10个字，从10个字到1个字，可以往下念，也可以往上念。念一下给大家听。空无我，然后先提醒一下，都是抄来的。本然性不生不灭，是诸法实相，因缘果报现行，6个字。有情众生有6趣，造善恶业各分3等，无明以爱染，迷惑事理，知苦为乐，生死轮回不息，10个字了。然后再10个字，一念自觉回来了，一念自觉不安，回观反照，
清净法界等流能引导，寻思求法去向解脱，四种细谈气根基，随根基次第修，究竟第一义，如是我闻，度众生正道佛。然后往回头念佛正道度众生，如是我闻，究竟第一义，随根基次第修，四种细谈气根基，寻思求法去向解脱，清净法界等流能引导，一念自觉不安，回观反照，然后反过去了，执苦为乐，生死轮回不息，无明也黯然，迷惑事理，造善恶业各分三等，有情众生有六趣，因缘果报现行，是诸法实相，不生不灭，本然性无我空。上面是理，下面是佛又把它连贯回去了这些都还没有人谱曲的你们有兴趣的话来再有一首比较有趣的江湖，怎么听到江湖就笑嘞？侠客以恶报的刀光剑影，正义以邪恶的你死我活，此起彼落，此消彼长，这就是生气勃勃又永无宁日的江湖。原来江湖一词源自禅宗，后六祖慧能时代禅宗大盛，六祖门下两大宗师诸系江西湖南，从此天下禅客云聚云游江湖之间江西湖南之间，号称走江湖。禅客行走江湖，寻思防道，为求破邪显正，安顿身心。侠客行走江湖，行侠仗义，为要扶正除奸，替天行道。其实江湖在方寸之间，方寸是什么？心。哇，厉害！正邪乃人性存疑，人性存在于心，心的本性，心的自性本清净，以空破除一切分别相对，清净自性自然全然发挥，直心流露，江湖宁日，身心安顿，方寸间。江湖哎呦，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来再一两首了还好大家精神还不错要关门了，不然有人跑了一种永恒，写给爸爸。我写给爸爸的有两首另外一首谱曲了，跟我的同学。那首谱好了以后呢，我写那首词的时候呢，是打气的一个早上，忽然间灵感来了，我就躺在那边，躺在一个躺椅上面，然后那个灵感一直来，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然后后来那首歌写完了，我不知道写什么，我就放含泪写的歌因为我在之前写一首给妈妈的歌，生日的歌，含泪的感恩那首也我们那边还偶尔有人会唱一下。然后那首含泪的歌，我的同学谱好了，我们要录成 CD 的时候，他说一直录不完，学生进去唱不完那首歌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了。那后来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让一个学生进去准备唱，
把灯全部关掉，让他在录音室里面，然后灯关掉了，让他去唱。结果呢，录下来了。我不会唱，我也不敢唱。那么这一首呢，还没有人谱。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冬至啊，刚好我父亲离开我们30年，他1989年往生哦。本来是冬至前一天，后来我为了要放冬至，就特地在冬至的时候誊抄哦。8是2019年的冬至，你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又想你了。8，你方寸相片一直在我的荷包里，陪我东南西北的云游。我把我爸爸的照片放在荷包里面，带他到处云游。8，明知你往生转世，只是不知你在何方，何时传个消息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啊。8，在世时曾随我学过禅修，多么希望您是禅堂里的学员，让我细心的教导你。8，你临终之前说该来的时候来，该去的时候去，我就知道你学佛禅修有受用，应该是洒脱的离开了。那个过程我都有在爸爸也是走得很安详。8，往事会渐渐的模糊，记忆会慢慢的褪色，但身为人子对父亲的怀念是一种永恒。8，想你了又哭了，你不许笑哦。好了，再另外一首看跑到哪里去了哈。这一首呢叫做开悟，最后给你们大家开悟啊。你跑到哪里去了？开悟，开悟，开悟。开悟。这首歌我也是一直写了一些句子，其实写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定稿，因为想要再讲更多，后来发现说讲多一点都是多余的，所以就把它留下来。后面有一段是比较好像延伸出来的，其实那一段呢是有点也不好意思说多疑啦，反正就是延伸出来要解释前面的意思这样。三句如果谁知道，水知道，水的本质是清净的，水就开悟了。如果虚空明白，虚空的本性是清净的，虚空就开悟了。如果心见到心的自性是清净的，心就开悟了，知道吗？那么这个清净，这个空，我这边都是用清净，就是本性是空。那么上次在每次在开示我都会特别提起，就是我们用空这个字眼，然后我们会用虚空来做譬喻一切法的本性，或者我们心的自性。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用虚空来譬喻的话，你看这个虚空呢，不管你人多人少，这个虚空它是不增不减的。那如果我们用一些污染的东西来污染这个虚空，可是这个虚空呢，它是不垢不净的，它不会被污染的。那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说我们自性清净，而且这个自性清净是本来的，是本质的，本然性的，的确是如此。因为这个是我们禅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在六祖坛经里面特别提到自性清净。
那么如果我们掌握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深信，然后我们通过修行来见到的话，然后确定我们所信的是对的，是准确的，我们就开悟了。那用虚空来比喻呢，或者是用水来比喻呢，很重要。水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是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杂染的东西。当我们把杂染的东西拿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观念说，水恢复它的清净。这个是我们某种程度是道家的观念，而且这个恢复呢，有一点点是返本还原的观念。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跟外道的观念结合。我们要知道，不是恢复，水的本性就是清净的。你有杂染没有杂染，对他来讲都是清净的，它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即使你表面上看起来污染，甚至你好像感觉它已经污染了，那你把那个污染的东西拿掉，水并不是恢复，而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它的本质它的本性是没有被污染过的。污染的是这些外在的，不是水的本性，所以它不需要恢复的。那么因为这个观念，如来藏的系统很多人会误解啊，因为我们说一切众生本具佛性，这个佛性本来清净，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有个本，所以我们常常要返本还原啊。当我们有返本还原的时候，基本上观念上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一个修行的目标跟方向，很准确的修行方向跟目标。但是如果你一直抱着这个观念要恢复的话呢，反而失去了它的本性了，因为它本性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且它从来没有被污染的。那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自性是清净，从来没有被污染，我们深信，而不是说我回去找回它，我去恢复它，不是。你如果会恢复的话，它又会被污染吗？但是它本性是清净的话，即使你找到了这个清净的这个本性的话，它显现出来的现象可能还有杂染的，可是呢，它就从来没有污染过这个本性。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心，这样的意思的话呢，明白我们的自性是清净，而且完全相信，即使你还没有证到，还没有见到，你完全相信，那么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你要在处理的时候，如果你想到说我的本性是清净的，从来没有被污染，所有的这些杂染的现象是外在的，可能我的心内部的比较内在的作用就是我的意识里面有这些杂染，但是我的心本性从来没有被杂染，所以你就不会整天想要跟人家计较，因为你如果是想要计较，你就跟他杂染在一起了。那之前有一些人不是说看到一个人，然后动不动就骂他，骂，那这个人听了骂他，还跟他道歉，然后走开。旁边朋友说：“干嘛？你骂回他吗？干嘛要这样子做？好像是很懦弱，怕事一样。”那个人说他满身的垃圾，现在他要把垃圾倒出来，我们干嘛还要去接受这个垃圾呢？垃圾干嘛要去接受这个垃圾呢？对，你去跟他相骂，然后你骂赢他，你也是把他垃圾拿回来吗？那如果你明白自性清净的话，干嘛你要去弄这些东西？你马上就这个事情就没有。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一回到这个心的本然性的清净，你知道我的本性是清净的吗？干嘛我要被这个污染？那这个污染呢，当然现在的现象事项或者现实的确是有这个杂染的现象，但是我不明白的时候，我迷的时候不是跟他一起去咯，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嘛。我现在明白了吗？知道了吗？我就要让自己呢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了吗？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如果水它知道它的本性是清净，它从来没有被污染过，它开悟了，水会开悟的。
所以虚空也一样啊，那我们的心也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呢记住啊，你们随时开悟，只要你很明确、很有信心的知道你的本性或者你的自信是清净的。那遇到什么事情，回到这个自信清净心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会发现到你很多杂染污染就没有了。因为杂染污染它是粘上来的，你的心清净，不要让它粘连，它粘不到你的嘛。要粘连是我们还有烦恼，知道吗？我们意识里面还有杂染，就跟他配合咯。人家丢来我丢去，丢来丢去就多了嘛。人家丢来我知道，我就不要去跟你配合，不要让你粘连。原本有的粘连我知道了，我要让它慢慢清理自然。你知道一直不断的修行所以禅宗他就告诉我们，明白自性清净，定慧不二，然后修行的时候直心流露，行一行三昧那个六祖坛经就讲这个。然后如果你做到的话呢，开悟啦。所以开悟看起来也不难哦。自道无难，唯嫌简则，但莫真爱动然明白。信心明就这样告诉我们。而且信心明在讲这个的时候，他的信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信心明？讲的就信这个字，他讲信讲得非常的透彻，所以就是这本书写的最后一句话，信心不二，不二信心。那我就为了写那一段，我提早一天9号我就把它写完，结果前面的几个句子10号才写。因为那个句子我在某个状况的时候忽然间感觉到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这个句子呢太深太深，它真的就是一个结论来的。哇，那个时候灵感来了，赶快把它写下来。那你们也看看去太平，去马来西亚去找了，这个书在那边可以找到。好了，用了你们这么多时间，谢谢大家我可以回去做了吗？还是要坐这里，还是坐那边？你要回去做，随便。随便